万古长生第一路，那就是自己走出一条道。选自长生流第一始祖长生境，前方已无路，那本座踏过的地方就是长生大道。取自长生第一人的你，在懵懵懂懂时来到修仙世界，系统可有可无，除了长生，其他都看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头跟你一样永生的大黑牛，以至于刚穿越成小弱鸡的你，被邻村恶霸偷了唯一生存口粮，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。事后你还安慰大黑牛说：“老黑，咱们只要苟着，待他坟头长草，势必去蹦迪。”1年后，系统经良心发现，宿主每成功活过1年，便有一个天赋点自由分配。终于媳妇儿熬成婆的你，喜极而泣的把天赋点加在了力量上。大黑牛和你瞬间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话音落下，你纵身一跃，高达500毫米，一拳砸在地面上，结果就是右手粉碎性骨折。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还不小心点燃了唯一落草的茅草屋。什么叫乐极生悲？这便是无奈之下，你带着大黑牛住在了村后的山洞里养伤，平时在村里干些杂活，多少能赚些口粮回来。为此你也学会了不少手艺。最让你高兴的是，之前光吃不干活的大黑牛在力量暴涨之后，干起活来比你有劲多了。这一天，你像往常一样在村子里帮人干活时，突然听到村头有敲锣打鼓的声音。爱看热闹的你立刻带上大黑牛奔向了村口。只见一个身穿道袍气质不俗的高人正站在村头的戏台子上。云天中收徒，有灵跟着便可踏上仙路。仙人对于乡村野夫来说，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因此村民们都很积极地推荐着自家孩子，而你则冷眼旁观着一切。修仙者追求的是什么？你比谁都清楚。长生早已拥有，只想平平淡淡地过下去，探索世间美好，虽不想掺和此事，麻烦却主动找上了你。站在戏台上的道人突然朝你看了一眼，你急中生智，命令大黑牛踹自己一脚，然后顺势就口吐白沫，瘫倒在地。那道人见你如此不堪，便不屑地摇了摇头，此番心智便是与仙路无缘了。手中拂尘一挥，便带着几个挑中的孩童飘然而去。待那道人没影，你才从地上爬起来，边揉腰子边埋怨起大黑牛：“老黑，让你踹我一脚，没让你把我踹死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”出于对大黑牛的报复，你晚上故意多吃了几碗饭，把他的脸都给气黑了。转眼间20年已过，村中待你不错的老村长也已经走了。你跟大黑牛将其安葬后，心中也生出了去意。毕竟20年了，除了力气暴涨外，容貌没有半点变化，早已引起了村民的怀疑。不过在走之前，你还有挂念许久的事需要去解决一下。这一晚，你和大黑牛摸黑来到邻村祖坟，然后一口气把他们全都刨了个干净，之后又直奔邻村而去。待来到当年带头抢粮的老王家，一脚把门踹开，头发花白的老王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嫩爹。”虽然你已经收了力，奈何一巴掌下去，还是甩飞了老王的几颗牙齿，打得他跪在地上，嘴里漏风的连连求饶。这一晚，你是拳打南山敬老院，脚踢北山幼儿园，见了地上的蚯蚓都要砍8段，狠狠地出了那口恶气。事后，你跟大黑牛化作2道黑旋风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虽然你很清楚邻村一群普通人是没法报复你的，但这20年来，你早已狗习惯了。半个月后，你跟大黑牛躲到了一处山林里，一边吃着烤熊肉，一边美滋滋的吹水。就在这时，你听到了附近的打斗声，一人一牛对视一眼，默契的挖坑埋土，把现场处理干净，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。虽然你溜得很快，奈何麻烦追得更快。一道黑影落在你前方，男子紧紧注视着你。前面发生了何事？你牵着大黑牛，装出乡村少年模样，一脸懵批：“我不造啊！”那男子仔细观察后，发现你手上并没有老茧，绝非习武之人，遂冷笑：“你可以走了，但牛留下来给我补一补。”闻听此言，你面色变得极为难看，手指微颤：“前辈，我家就1头牛，您一看就是高人，没必要话未说完。”男子拔出剑：“我堂堂百玄门，还不至于沦落至此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滚！”你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去。然男子再度发笑：“其实你都看见了，对吧？”刚说完，一旁大黑牛突如其来的一蹬，踹得他腰子都要爆掉。下一瞬，你体内肾上腺素狂飙，拔出腰间开
山斧一击砍在了他脖颈之间，噗嗤，鲜血在空中飞溅。男子做梦都没想到，居然会折在一人一牛之下。老黑干活了，一人一牛又开始挖坑，清理完现场，紧忙跑路。刚走没多久，几人来到了犯罪现场。门主，刚才刘天就在此处停下，欲买下一少年的黑牛。门主观察后无奈摇头，现场处理得太干净了，没发现任何有用线索，回去吧。大半年后，差不多像野人的你，牵着大黑牛来到了盘宁城。这里往来的不少都是修为高深的修士。一进城，你就带着大黑牛来到一家铁匠铺。老板孙凯乐看了下你的手艺后，便答应让你留下。为了报答收留之恩，你用上了12分的力气，在铁匠铺里狠狠地打铁。然孙凯乐却在那直摇头：年轻人，打铁不是这样的。哦，那该是怎样呢？老头拿过锤子，仅开头几下便让你心服口服。孙凯乐也不吝啬，见你好学，把一身的打铁手艺都倾囊相授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有了你和大黑牛的帮忙，铁匠铺的生意也越来越好。老头也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欢喜。某天，常客张江上门，100柄大刀接不接？你欣然接下。张哥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1个月后来拿。张江面色一喜，好的，就喜欢陈兄弟这脾气，以后谁敢欺负这铁匠铺，我张江第一个不放过他。1个月转眼即逝，没人来取刀。又过了1个月，终于有人来了，是一位姑娘。张师兄在与百玄门打斗中死了。你叹息一声，将刀给了他们。待人走后，大黑牛伤心地拱了拱你。江湖中人打打杀杀，死人在所难免，即便是修仙者也难逃一死。长生本是无敌路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得罪，不参与，平平淡淡的过。话说完，孙凯乐从外面回来：陈勋啊，那买铁矿的听说我们生意好，涨价了。话音落下，你抄起2把开山斧，这群巴巴儿，老黑跟我去他们那讲道理。最终结果，你蹲了5天大牢，卖铁矿的老板价也不涨了。5年后的一个傍晚，你提着大包草药，急匆匆地赶回铁匠铺，发现本该卧病在床的孙凯乐变得红光满面。你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，好在老头看得开，反倒是安慰起你来。人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，要是没有遇见你，5年前我可能就走了。面对生离死别，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随后老头又从枕头下摸出来一本书，我儿子当初看了这玩意儿，才想着去追求仙路，现在交给你保管了。你推脱不掉，便只好接了过来。第2天一早，孙凯乐就与世长辞了。他儿子早年修仙，离家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。这可怜的老头到死也没个守灵的人。你跟大黑牛把他运到城外，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直接安葬了。在老头坟前，大黑牛呜呜咽咽，很是伤心。咱们好歹帮他料理了后事，应该高兴才对。大黑牛也不再执着，待回到铁匠铺，你才醒味过来。之前着急买药，被那坐诊的大夫坑了。老头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他可没少借街坊的钱。虽说人走账清，但你也不愿败坏了老头的名声，所以没有去找那个黑心大夫算账。1年之后，在你拼命打铁下，老头欠的外账总算还清了，甚至还小小的攒了一笔钱。街坊邻居都夸你老孙头好福气啊，这收的徒弟不是儿子胜似儿子呢。更有好心的大姨正准备张罗着给你说媒呢，对此你只留下一句大家都听不懂的话：做西格玛男人。办完一切后，你对铁匠铺也没多少留恋，当天就关闭了店门，带着大黑牛离开了。2天后，你来到一家药铺前，之前被黑心大夫坑了的事还是有点耿耿于怀。当然你不会直接去找他报仇，而是等医术学成之时再去清算这笔账。在来药铺之前，你还特意打听过，老板名唤宁思，宅心仁厚，深受百姓爱戴，换了其他药铺老板还不一定收你。当然你也不屑于跟他们学。见了宁思后，你果断说明来意，可对方却摆了摆手：我最近不准备收徒了，小兄弟还是去别处看看吧。见宁思为难，你便退求其次：不收徒也行，我可以在药铺里打杂，干什么都可以。宁思仍然一脸的为难，看得你心都揪起来了。就在这时，药铺外传来牛叫声，你顾不上许多，直接冲了出去。只见一个地痞流氓欲强行带走大黑牛，后者因听从你的告诫，不能轻易伤人，所以一直在忍着。你冲上前去，一把推开那地痞：这是我家的牛，你想干嘛？不料对方竟耍起无赖：你说你家就是你家的，怎么证明？下一秒，你脱掉上衣，露出一身腱子肉，尤其是腰间的3把开山斧，这就是证明。顿时地痞被你的王霸之气吓住了：我看错了，我先走了。想走？做梦！你挥出沙包大小的拳头，把那地痞一通胖揍，周围的百姓全在拍手叫好。看来这货早就到了人厌狗烦的地步了。
度了。待解决完毕后，宁思站在药铺门口，眼里微微有些发亮。你立刻会意上前，宁大夫，我真心求学，还请收下我吧。周围看热闹的百姓也跟着帮腔，宁大夫收下他吧。宁思点点头，品行不错，你留下吧。原来之前的推辞都不过是考验罢了。而后学习药理的知识要比你想象中的难，花了足足1年时间，算是把大多数药材认了个遍，又花了5年时间，你才把药理知识背了个滚瓜烂熟。好在你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这几年里你又熬出了几个天赋点，只是对于自身的属性你倒是挺无语的，力量、敏捷、法力属性都有，可偏偏为什么没有智力呢？难道我是个天才？吐槽归吐槽，你还是把天赋点都加在了敏捷上，如今你奔跑的速度汗血宝马都追不上了。这一日，宁思把你叫到台前，何为医者？你略作思考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然得行为之先者。宁思再问，若遇打家劫舍土匪，他身受重伤，救还是不救？你直视宁思的双眼，师傅，你是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？自然是真话。既然身受重伤，出于医者本能，我会发现他，但不会救他。宁思连连点头，不错不错，医者不为恶，但人心不可失，你做得很好。难得听到宁思的夸赞，你还是挺高兴的。然而宁思接下来的话却让你的心情一落千丈。你算是正式入门了，花了6年时间才成为正式弟子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好在事后宁思出门问诊必然会带上你，在医术不断精进下，宁思终于放心让你坐台问诊了。这一天，你救治了一位中了蛇毒的村夫，又因为他家里紧张垫付了药钱。谁料此事传开后，不少穷人都奔着你来，只因这里有个大夫可以赊账。渐渐的，你的钱包也扛不住折腾，便不再替人垫付药钱。这一行为让你的名声也跟着一落到底。大黑牛很是不解，为什么明明你没做错什么，但人们都觉得你错了？你摸了摸他的头，这就是人性。每天给他一碗饭吃，哪天不给了，他就会记恨你。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给你看的。大黑牛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没多久，你找到宁思想要请辞，人性本恶，凡事都要有度。如今你已学成，去吧。就在你准备鞠躬拜别时，却见宁思又从怀里摸出了一本册子，这是我行医多年的心得，送与你了。接过如此重礼后，你再三言谢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药铺，一路走到了宁云山脉，找个山洞开始隐修。平时除了花大量时间去钻研医书药理外，还带上大黑牛去物产丰饶的深山里挖各种珍稀的药材，这可都是钱呐！每挖出一棵药草，你便感叹一句，乐此不疲。突然，前方山谷深处传出了凄厉的叫声：“快跑啊！有妖兽！”多年狗成习惯的你和大黑牛第一时间就跑得没影了。可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那头发了疯的妖兽突然舍弃了原来的目标，直奔向你。老黑，快跑！快！你跑，妖兽追，谁也不放过谁。没曾想半路老黑撞到一棵树上，头晕眼花，你也停下了脚步。妖兽见你俩如此境地，认定已是自己的盘中餐，唾液在不断流下。突然，妖兽神色一变，只因你的表情不再害怕，反倒显得十分冷静。砰！一爪下去，老黑竟挡住了他的攻击，而你也早已不在原地。妖兽慌了，没等他多想，后方响起恶魔的低语：“阁下很强，但还不足以让我用出第2把开山斧。”好了，各位观众老爷们，这就是开创长生流派的长生镜，与往常打打杀杀的修仙流风格截然不同，如美酒佳酿般，需要大家去细细品味。